凶手把尸體藏在标本里，标本室很有可能就是第一现场。如果凶手真的在这杀人，那后山被扒開的鐵網呢，就有可能是凶手逃走的地方。還沒有找到他的頭顱嗎？已經派人去搜了。 有人清理过。来。吴敏呢？这很可能是分尸的第一现场。 以前那2个房间是连着的，后来都空了，左边房间才变成了标本室。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人在用那个301實驗室。王教授肯定是搬新樓的時候配了把鑰匙，偷偷的在用那個實驗室。黃教授是主攻研究哪個方面？腦部神經，他可是解剖學的老專家，人稱黃一刀。哎，王教授沒做什麼影響我們系上名聲的事吧？ 沒有，我們還在調查中。哦，他辦公室。文教授，文教授，沒人。那你能幫我們開下門嗎？啊，可以。
们什么人？进我的办公室干什么？公安、警察。不是刘媛媛的头颅，而且这些都在福尔马林里泡过很久。齐主任，韩队跟祝队想知道你这儿有比对结果了吗？没有发现被害人的头颅。大队那边在后山和标本室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？还没有。不过带回来一个人，是301室的黄教授吗？是。他们在哪儿？黄正明黄教授，请问上周二下午你人在哪？都做了些什么？不记得。不记得，那这些记得了。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那我认错。他这就认罪了？那请您说说吧，怎么杀人的？杀人？我没有杀人啊！那分尸呢？这些头颅啊，那是从捐献者的遗体上取下来的。这女的我没见过，我没有杀人。我是说，我利用学校的资源做我的实验。我是说，我愿意承担学术上的责任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您做实验的都是被捐献的遗体？那为什么从标本室到实验室，有大量的血迹被清理的痕迹？那不是我的实验室。学校不让我继續研究了，我就找了個舊實驗室，我繼續研究，僅此而已。哎，你們知道嗎？人腦的組織解剖，那是一項非常精細嚴謹的工作，這怎麼可能有血跡？不可能啊！如果是一個年輕女性的屍體出現在你的實驗室裡，被分解和切割，會有這麼多血跡嗎？我不認識那女的，我沒有殺人。行，那我們換個問題，你在辦公室是怎麼吃飯的？隨便，外賣是吧？對，在手機上刷到什麼吃什麼。這個外賣單上有日期。從8月31號到9月15號這些天，你連續在春季菜館點餐。春季菜館是自己負責送餐，沒有外賣。這個是春季菜館的員工。9月16號他失蹤以後，你就再也沒有點過這家餐廳的餐。這個你怎麼解釋？我嫌在手機上選來選去的麻煩，它耽誤時間，我就選中一家飯館吃飯，有問題嗎？況且那送飯的，我都一直讓他擺在門外，至今是誰送來的我都不知道。
黄教授，我们知道您是脑部神经的专家，主要擅長腦島葉神經解剖與膠質神經元腫瘤。像這種腦部神經解剖與疾病的關係，是需要大量的實際解剖案例做支撐的，對吧？我們還打聽到您的同事說，您一直都覺得您的實驗受到阻礙。如果能夠讓你大量的做實驗，您一定會創造醫學奇蹟。這些在您的筆記本裡都有記載的。所以你是想用刘媛媛做活体實驗，然後不小心把她給殺了，然後把她頭顱藏起來，再四處拋屍，混淆我們，對嗎？是，為了我的實驗，我願意去殺人。我幻想過無數次，解剖人的大腦，看看裡面的秘密。哎，就現在，我看見你們倆，我都有極度的渴望打開你們的頭顱。我是醫生，我需要找到大腦老化的藥物。只要我的研究能成功，幹什麼我都願意。但是，我請你們拿出證據，來證明我殺了這個女孩。我們需要知道這個頭顱的來源，希望你之後配合調查。邱主任，你先回去。韩芳，这块表我借李明带过，这个刻字就是李明刻的。你醒醒，不是所有人都和原钻有关。现在最重要的任務是找到殺害劉媛媛的兇手。你做好你的工作。韓芳，做好你自己的工作。有情況，這裡。搶得給我。展開。找着了。黄正明的筆錄，小七已經去核驗了，一共有6個頭顱，有一些是從黃正明通過私人關係捐獻中心獲得，有一些是從醫科大學不要的人體標本上摘下來，證詞沒問題。韓隊，有新發現。如果兇器是這個錘子的話，這個兇手應該有一定的醫學背景。
或许可能就是医科大学的人。黄正明办公室有搜到类似锤子吗？没有。死亡时间多久啊？根据学校后山土壤湿度以及空气的温度，结合内脏、头部外表皮的腐化程度来看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5天之前的下午2点到6点左右。白小溪，帮我去查一下黄正明的不在场证明。就目前的证据，我认为我们很难锁定黄正明就是凶手。我们怀疑黄正明是认为他会用死者的头颅做脑神经研究。尸体除了右侧颅顶有致命的敲击伤之外，尸体上没有任何解剖过的痕迹。换言之，黄正明并没有用刘媛媛的头颅做脑部研究。还有，这个是黄正明提供的捐赠者名单，而这个是从301室搜出来的笔记本。笔记本后半部分的字迹和名单上的字迹非常接近，但是你们再看看前半部分的字迹，这完全是不同的字迹，难道是同一个人写的？没错，这2种字迹都是黄正明的。帕金森病患者的字迹往往就会越来越小，这被称之為微書症。患者會因為手部不自覺的顫抖，導致字迹出現不規則的線條，這完全符合黃正明現在的症狀。而且，標本樓301室黃正明切下來的頭顱，切口處非常的不平整，而劉媛媛的頭顱，切口處相當的平整利落。那以他這種狀況是沒有辦法精細的分屍吧？除非有人在幫他。喂，老萬，你去幫我查一下黃正明的病歷，從醫保系統還有學校的報銷記錄去看，順便查一下他的人際關係網，有消息馬上通知我。根據法醫推斷出來劉媛媛當天的死亡時間，我們查到了那之後進出過標本室的人，包括劉炳仁副教授、學生謝強、王文凱教授、黃正明教授、張芷琪助教、羅凱副教授、高慧蘭教授、學生吳敏，共8人。查到黃正明病歷了，他得帕金森好多年了，今年病情加重了，已經很少去醫科大學授課了。人際關係呢？黃正明沒結過婚，一直獨居，也很少跟人往來。以現有的證據來看，基本可以排除有人幫他殺人的嫌疑了。大家都覺得他很難相處。行，先把他放了吧，讓他暫時不要離開本市，隨時配合調查。小蘇，你去吧。行，我現在去。也就是暫時我們可以排除黃正明的殺人嫌疑，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：第一，兇手是有解剖的相關專業知識和技能；第二，他知道標本室和黃正明的301實驗室是相通的，所以他才會想到把屍塊藏在標本裡，然後再用清除血跡的方式引導我們找到這個實驗室，栽贓給黃正明。我也問過那棟樓管啊，據他說啊，這個標本室和301打通使用應該是10幾年前的事了，最近這些年都是分開使用的。知道這個事的人應該不多，應該都是醫科大學的人，而且在這個學院應該待的時間也不短。根據我們剛剛的討論，劉媛媛死亡當天進出過標本室又符合條件的人，就只剩這3位了。我給你們講解一下鱗狀細胞癌的特徵。它的發病率呢比較多見，多發於大於40多歲的中年人。哎，小蘇，哎，徐主任，聽說黃正明已經解除嫌疑了。對，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有殺人的嫌疑，也沒有證據顯示有人在幫他殺人。
怎么了，齐主任？王教授，王教授，王教授，您这块表是从哪儿来的？我有必要跟你解释吗？你和李明什么关系？你是在审查我呀？啊？那行，请你出具相关手续。没有，别耽误我回家。当年我在车里只发现了你那个 DNA， 而你是在昏迷的状态下看到有一个人，你的直觉还有你的记忆都是不准确的。齐子哲，你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，你只是没有办法说服你自己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江城医大最近在研制一种新药，如果研制成功了，不知道能拯救多少人的命呢。你知道我做心理医生这么久，最害怕碰到什么样的病人？就是明明知道自己不肯醒来，但是执着着不愿意相信的那种。根据我们今天3组走访所得到的线索，刘炳仁和王文凯确实是在案发当天的早上和下午分別去登记，并且領取了大體。他們在領取了大體之後，劉炳仁去了實驗大樓上課，一直上課到傍晚，期間有學生可以證明；而王文凱則去了行政大樓開會，也有目擊證人，所以他們兩個都有不在場的證明。那高慧蘭呢？小希。高慧蘭去標本室領取大體的時候，有學生陪同。我問過那個學生了，說沒有什麼異常。那也就是說，他們仨同時都有不在場證明。是的。哎呀，得，咱們這麼久就白忙活了。小希，劉媛媛的通話記錄還有銀行卡記錄有查到嗎？有什麼異常？劉媛媛的戶頭沒有什麼特殊的資金往來，然後她的購買記錄跟通話記錄也沒有異常，看起來是個生活挺簡單的人。案件一開始，小賣部的監控，劉媛媛到黑色塑料袋，還有封箱膠條、手套、鹽酸、漂白水，還有麻繩。他帶這些去醫科大學幹什麼？我們一開始是因為劉媛媛買了這些東西，懷疑他是兇手，結果他卻死了。兩種可能：第一，他去醫科大學本來是想找人密謀一起殺人。另一種可能就是他本來要去醫科大學傷害某個人，結果反倒被殺了。那他把這些東西帶進醫科大學之後去哪兒了？我記得他曾經打過工的地方，那個老闆說過，劉媛媛原本是想考醫科大學的，這二者之間會不會有什麼關聯？說起來倒是也挺可惜的，聽他說。他高中時候學習成績很好，本來是要上醫科大學的，後來好像發生了什麼事兒，他就一直拖着他那個病重的母親。劉媛媛上學的時候一定發生過什麼事，這有可能是個線索。這樣，我們再好好調查一下劉媛媛，看她從小到大認識什麼人，在什麼學校上過學，和什麼人結過什麼怨，再把這3個人好好調查一下，看他們和劉媛媛到底有沒有關係。是。好。這是所好學校，據說在這兒讀書的就沒有考不上重點高中的。哎，你好，分局刑警隊的。好，請進。哎，謝謝。這個劉媛媛獲過這麼多獎了。哎，沒錯，我也是聽說呀，她平時學習成績挺不錯的。不過呢，我來這個學校呢，時間也並不長，對學校的很多工作呢，也不太了解。不過我們學校啊，在學生檔案管理工作這一塊一直都很重視，
哈，哎，哦，这是刘媛媛同学当初的班主任陆老师。哎呦，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分局刑警队的，您先坐。校长跟您介绍吧。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找您了解一下，您当年有一个学生叫刘媛媛，她上学时候的一些情况。哦，对，跟我说了。像媛媛呢，虽然已经毕业很多年了，但我记得很清楚，当年算是我很看重的一个学生，成绩很好，一直说想学医，我对他能考上医科大学还是很有信心的。但是没想到，他第1年高考就缺考。缺考？为什么缺考？说是得了一场大病，第2年还是在我们这学校复读的，但成绩不是很理想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才参加了1门考试，而且考试中途他就出去了。为什么呀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后来我想问他，但就再也联系不上。哎，或者你们可以问一下当年的监考老师。哎，没错。关于监考老师这方面呢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教育局查查看。谢谢啊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哎，这个我们能拿回去吗？应该可以的啊。谢谢。好嘞。韩队，这是高慧兰的个人资料，你看一下。去调查高慧兰的时候，不是有个学生跟着吗？他都说什么？那天没什么异常，都是正常程序。那高教授为什么叫你去，不是其他人？你们很熟吗？其實是因為不太熟。不太熟？什麼意思啊？因為我的解剖學老是掛科，高教授應該也是拿我沒有辦法，所以在運試的過程中，有跟我提一些補考的重點。剛剛講的記清楚了沒有？下次一定不能再掛科了。雖然我是學醫的，但是我對屍體其實挺害怕的，一直沒有克服。這已經是我第2次補考了，如果我再考不過，就拿不到畢業證了。高老師人好，他不想我書白讀。去教室領大體都發生了什麼？高慧蘭和吳敏一起推了一張屍床，離開了標本了。走，你看看。你好，這個學生你有印象嗎？他我記得的。這麼多年過去了，你記得這麼清楚啊？因為啊，他和我教過的一個學生長得實在太像了，但是我教過的這個學生早就出國了。所以你認錯人了？我看了一下試卷，一看他名字呀，確實是我認錯人了。那你當時覺得這個同學有什麼異樣嗎？因為我們聽說他當時就考了1門，而且中途就離場了。他當時是跑出考場的，我叫了他2聲，他沒搭理我，直接跑走了，很慌張。哎，那您帶過的那個學生，他叫什麼名字？叫丁由美。謝謝啊。小希，朱隊，怎麼了？我查到你說的那個學生丁由美的資料了，她現在也在合成醫科大學擔任助理教授。丁由美是高慧蘭的女兒。
小飞，如果我能听你哥的话，不让你做法医，该多好。长线压住短线，再打一个结，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结就完成了。你不让我自己来，我怎么成为独当一面的好法医呀？好，那你来。我想为那些说不了话的死者找出真相，让那些逝者能够平静的安眠。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好法医。如果那天我能早一点接到你的电话，早一点找到你，你也不会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查出真相，给你一个交代。